女秘书示威，把我调去当保洁，我笑笑不说话。次日，总裁老公来视察，看见我懵了，谁让你干的？我冷笑，你的小心肝。他脸色骤变，转身就走。所有人都以为我完了，却不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幕后执旗人。沈若薇，从今天开始，你去保洁部报道。尖锐的高跟鞋声在空旷的办公区回响，苏婉清将一份调令拍在我的办公桌上，红唇勾出得意的弧度。整个总裁办10几个秘书和助理同时停下手中的工作，目光齐刷刷投过来，有的同情，有的幸灾乐祸，更多的是看好戏的神情。我坐在工位上没动，抬头平静地看着他。27岁的苏婉清确实漂亮，大波浪卷发，精致妆容，一身香奈儿套装，衬得她腰肢纤细。此刻她正居高临下地俯视我，像看一只随时可以碾死的蚂蚁。苏秘书，这份调令需要总裁签字。我的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签字。苏婉清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扬了扬手中的文件，看清楚，这就是顾总签的。沈若薇，你以为自己是谁？不过是个过了气的秘书，也配跟我争？我的目光落在调令下方的签名栏，顾延伸3个字龙飞凤舞，确实是他亲笔。我微微垂眸，掩去眼底一闪而过的情绪。顾总日理万机，怎么会亲自签这种调令？我抬起头，声音依旧不疾不徐。苏秘书，伪造总裁签名，按公司规定应该立即开除，并追究法律责任。苏婉清脸色微变，旋即恢复高傲。沈若薇，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这就是顾总签的，你不信自己去问他啊。哦对，我忘了。他凑近我，压低声音，一字一顿，顾总根本不想见你。办公室里安静的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我的反应。苏婉清来公司不过半年，从一个普通文员火箭班蹿升为总裁首席秘书，背后靠的是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而我在盛安集团工作3年，从基层做到总裁办高级秘书，靠的是实打实的能力。但在这些人眼里，能力算什么？比得过年轻貌美的小情人吹枕边风。我慢慢站起来，与苏婉清平视。我比他高出半个头，这个角度让他不得不微微扬脸，这似乎让他更加恼怒。我去保洁部报道的前提是这份调令真实有效。我平静地拿起调令，我会亲自去核实，如果属实，我即刻交接工作；如果有假，我顿了顿，目光落在苏婉清微微僵硬的面容上。你知道后果。说完，我拿起自己的包，转身离开工位。身后传来苏婉清尖锐的笑声，还核实？沈若薇，你以为你是谁啊？顾总昨晚跟我在一起，他要是有意见，我还能站在这里？我劝你识相点，保洁部的工作服我已经让人给你准备好了，明天早上8点负一层保洁部报到，别迟到。我没有回头。走出总裁办的那一刻，我听到里面爆发出各种议论声。天啊，苏秘书也太狠了，沈姐好歹是公司老人。嘘，小声点，你现在还叫她沈姐，她已经完蛋了。保洁部，这也太侮辱人了。谁让他不长眼，得罪苏秘书？我听说上个月顾总带苏秘书出差，他居然敢直接跟顾总汇报说苏秘书不懂业务流程，差点搅黄了合作。唉，也是可怜，他能力是真的强。能力强有什么用？男人嘛，谁不喜欢年轻漂亮的？我走进电梯，按下负一层的按钮，电梯门缓缓合上，隔绝了那些声音。我看着不锈钢门板上映出的自己，一身普通的职业套装，素面朝天，头发规整地盘在脑后。32岁的女人确实比不得20出头的小姑娘水灵，但我并不为此感到自卑。年龄和阅历从来都是武器，而不是累赘。电梯停在3楼，门开了。财务部的林姐走进来，看见是我，明显松了口气。若薇，我正好要找你，上个月你帮我协调的那笔坏账，审计那边出了点问题。林姐，我打断她，声音有些低沉，我可能帮不了你了。林姐一愣，怎么了？我被调去保洁部了。什么？林姐瞪大眼睛，开什么玩笑？你是总裁办高级秘书，调去保洁部，谁调的？
苏婉清。林姐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最终化作一声叹息。若薇，你也是，干嘛非要跟他对着干呢？这公司谁不知道他是顾总的人？你能力强我们都知道，但这世道……林姐，我再次打断他。审计的事，你去找法务部的小张，他手里有完整的材料。上个月处理那笔账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链都整理好了，连同相关法规条款都在那个蓝色文件夹里。林姐怔怔地看着我。电梯到了负一层，门打开。若薇，林姐在我身后欲言又止。我迈步走出电梯，没有回头。负一层的走廊灯光昏暗，与楼上明亮的办公区形成鲜明对比，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清洁剂的味道。走廊尽头，一扇破旧的木门上挂着保洁部的牌子，门没关严，里面传来几个保洁阿姨的谈笑声。听说楼上又招了个新秘书，可漂亮了，天天往总裁办公室跑。哎呀，那不是很正常吗？这都第几个了？要我说，这当秘书的哪有什么正经人？我推门进去，房间里的声音戛然而止。4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保洁阿姨齐刷刷看向我，她们的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手里有的拿着拖把，有的拿着抹布，有的正捧着保温杯喝茶。请问你是？最年长的那位阿姨站起来。我是沈若薇，新来报道的。房间里安静了2秒钟，然后那位阿姨惊讶地张大嘴，沈秘书，总裁办的那个沈秘书。是我。你怎么会来这里？是来检查卫生的吗？哎呀，我们早上刚拖过，你放心。不是，我打断他，我是被调来当保洁员的。死一般的寂静。4个阿姨面面相觑，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这怎么可能呢？沈秘书，你是总裁办的人，怎么会？一个阿姨结结巴巴地说。得罪人了呗。另一个阿姨小声嘀咕。最年长的阿姨姓周，是保洁部的领班，在公司干了8年。她看了看我的穿着，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调令，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拿出一套蓝色工作服递给我。沈秘书，这里的工作服可能没你平时穿的好，你将就一下。我接过工作服，粗硬的布料，深蓝色已经洗得发白，领口还有一块洗不掉的污渍。我脱下西装外套，将工作服套在外面。周阿姨又递给我一双橡胶手套和一块抹布。今天你就先擦走廊的扶手和玻璃吧，熟练了再做别的。我点点头，接过工具。转身出门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一个阿姨小声说，作孽哦，挺好一个姑娘，被欺负成什么样了。另一个阿姨接话，我看她倒是挺平静的，一点都不像被人整了的样子。心里苦，脸上也得笑啊。我没有停步，提着水桶和抹布走向走廊尽头的扶手。盛安大厦一共36层，负1层到32层，每一层的走廊扶手都是我的工作范围。我从负1层开始，一块抹布进了水，拧干，仔细擦拭不锈钢扶手上的每一个指印和灰尘。这个工作枯燥而机械，但我做得很认真，就像我3年前刚进公司时一样，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做到极致，做到无人能及。这些年，我为盛安集团付出了多少？通宵达旦做的项目方案，熬夜整理的数据报告，无数次陪顾延伸出差谈合作，在酒桌上替他挡酒喝到胃出血，在谈判桌上为他化解危机，力挽狂澜。公司的每一笔业务我都烂熟于心，每一个重要客户的喜好我都记在脑子里，每一个合作细节我都反复推敲。我把盛安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可到头来不过是被一个小秘书踩在脚下，沦落到来擦扶手的下场。我把一块污渍擦得锃亮，继续向下一个扶手走去。下午3点，我擦到了32楼。这层是总裁办公室所在的楼层，也是整个盛安集团的核心。走廊尽头那扇沉重的实木门后面就是顾延伸的办公室。我擦完最后一个扶手，准备下楼，电梯门突然打开，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走出来，簇拥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穿着深灰色定制西装，五官冷峻深刻，周身萦绕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顾延伸，盛安集团总裁，江城市最年轻的商业领袖，也是我的丈夫。
隐婚3年，除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此刻，他正侧头听旁边的副总汇报工作，眉头微蹙，步伐很快。经过我身边时，他甚至没有正眼看我一眼。一个穿着保洁服的女人，不值得他关注。我跟其他人一样，退到旁边让路。擦肩而过的瞬间，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迪奥旷野，去年我送他的生日礼物，他没用过，说味道太张扬，不适合商务场合。现在他用了，是苏婉清送的。一行人从我面前走过，没有人多看我一眼。顾延伸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突然停下脚步，转头向后看了一眼。我的位置正好被一根柱子挡住，他什么都没看见，收回目光，推门进了办公室。门关上的瞬间，我听到他对助理说：“把苏秘书叫过来。”好的，顾总。我提起水桶，转身走进电梯。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公司。刚进负一层保洁部，周阿姨就急匆匆迎上来：“沈秘书，楼上出事了。”“什么事？”“昨天晚上，苏秘书带人来巡查，说总裁办公室的卫生不达标，把负责那层卫生的小李开除了，还罚了我们保洁部半个月的奖金。”周阿姨眼圈都红了。小李干了5年了，从来没出过差错，总裁办公室平时都是他亲自打扫的，怎么可能不达标？这分明就是找茬。另一个阿姨愤愤不平，苏秘书还说，从今天起，总裁办公室的卫生要重新安排人负责，点名要你去。我系上工作服的纽扣，语气平静：“那就我去。”“沈秘书。”周阿姨急了：“你是不知道，那个苏秘书说了，以后总裁办公室的卫生必须在他上班前完成，也就是说，你得6点到公司，在他来之前打扫完。而且他还列了一大堆要求，说什么要跪在地上擦地板，沙发底下不能有一点灰尘，窗玻璃上不能有一个手印，这不是明摆着刁难你吗？”“我知道了。”“沈秘书。”周阿姨还想再说什么。“周姐，谢谢你关心。”我拿起抹布和水桶，我先上去了。32楼，总裁办公室。门没锁，我推门进去。偌大的办公室空无一人。落地窗外，江城的晨光刚刚亮起，江水在朝阳下闪着金色的波光。这间办公室的视野极好，可以俯瞰半个城市。我打扫得很仔细，不只是因为苏婉清的要求，而是因为这家公司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心血。3年前，盛安集团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是我陪着顾延伸一步步把它做起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挤在一间20平的出租屋里，白天谈客户，晚上做方案，半夜一起吃泡面。他说：“若薇，等我成功了，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信了。后来公司做大了，他说公司有规定，高层之间不能谈恋爱，我们隐婚吧。我也答应了。再后来，他的秘书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是年轻漂亮的女人。他说只是工作需要，让我理解。我还是选择了相信，直到苏婉清出现。半年前，苏婉清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公司，3个月转正，2个月后成为总裁办秘书，1个月前被提拔为首席秘书。这升迁速度堪比坐火箭。全公司都在传他和顾延伸的关系，只有我这个妻子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可笑吗？我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整理好，发现一份合同的附件缺了页。我的目光扫过合同内容，盛安集团与恒达地产的合作协议，总投资额12亿。恒达地产。我的手指在合同上轻轻敲了敲，然后将缺页的编号记在心里。打扫完办公室，已经是7点半。我刚准备离开，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苏婉清踩着高跟鞋走进来，一身玫红色职业套装，衬得她明媚张扬。她看见我，嘴角勾起嘲讽的笑容。哟，沈姐来得挺早吗？我提着水桶，不卑不亢。苏秘书早。打扫完了。苏婉清走到办公桌前，用手指抹了一把桌面，然后凑到眼前仔细看了看，还行，挺干净的。不过我昨天说的那几条你都记住了吧？跪着擦地，擦完的地板要能当镜子用。地板已经擦过了，那就再擦一遍。苏婉清双手抱胸，我怀疑你没擦干净。我看着他，没有说话。怎么？
不乐意。苏婉清走近2步，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沈若薇，我劝你识相点。现在这公司里，我让你往东，你就得往东；我让你跪着擦地，你就得跪着，否则……他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我就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你信不信？我的手指收紧，握紧了水桶的提手。苏秘书，我转过身，平静地看着他，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怎么威胁我？苏婉清后退一步，笑得更得意了。沈若薇，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一个32岁的老女人，没姿色没背景，也配跟我叫板？我不妨告诉你，调你去保洁部只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什么好戏？你会知道的。苏婉清神秘一笑，转身走到办公椅前坐下，翘起2郎腿。现在从这里开始重新擦地板，要跪着擦。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看着坐在老板椅上的苏婉清，她年轻的脸上满是骄纵和得意。这种表情我见过太多次了，每一个靠着攀附男人上位的女人都会露出同样的表情。她们以为攀上一棵大树就可以为所欲为，却不知道树是会倒的。还愣着干什么？苏婉清不耐烦的催促，要我教你什么叫跪着吗？我深吸一口气，将水桶放在地上，弯下腰，膝盖缓缓下沉。就在我的膝盖即将触地的那一刻，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顾延伸大步走进来，身后跟着几个高管。他一眼就看见了我，穿着保洁服，半跪在地上，面前是水桶和抹布。他整个人僵住了。谁让你干的？他的声音低沉而冰冷，带着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怒意。整个办公室的温度仿佛瞬间下降了10度。所有人都愣住了。苏婉清脸上的笑容凝固，急忙从老板椅上站起来，挤出一个甜美的笑容。顾总，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不是说了让你多睡一会儿？我问你话。顾延伸根本没有看他，目光死死地盯着我。谁让你干这个的？我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抬头与他对视。3年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睛里看到过这样的情绪，震惊、愤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你的小心肝，我冷笑道，目光转向苏婉清。顾延伸的脸色骤变，他猛地转头看向苏婉清，目光冷得像是淬了冰。苏婉清被他看得浑身一颤，强笑道，顾总，你别听他胡说，是他自己工作不认真，我只是按规定处罚。谁给你的权利？顾延伸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一把刀。苏婉清的脸瞬间白了。顾总，我只是按公司规定。公司规定？顾延伸冷笑一声，公司哪条规定允许你把总裁办高级秘书调去当保洁员？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那些高管们面面相觑，眼神里满是震惊。总裁办高级秘书？这个穿保洁服的女人竟然是总裁办的人。苏婉清的脸由白转青，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顾总，那个调令是你签的，你忘了？我签的？顾延伸微微眯起眼睛。苏秘书，我什么时候签过这种调令？就是前天晚上你喝酒之后，我拿来给你签的。苏婉清越说声音越小，因为她看到顾延伸的脸色越来越可怕。所以你趁我醉酒，伪造我签字，把我手下的高级秘书调去当保洁员。顾延伸一字一顿，苏婉清，你好大的胆子！不是，顾总，我够了。顾延伸抬手打断他，你现在就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立刻，马上。苏婉清如遭雷击，整个人踉跄后退一步，撞在办公桌上。顾总，你不能这样对我，我都是为了公司好。这个沈若薇她处处跟我作对，我只是……你为了公司好？顾延伸冷笑，你把一个为公司服务3年、业务能力顶尖的高级秘书弄去扫厕所，这叫为了公司好？苏婉清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突然像疯了一样指着我大喊，你是不是早就跟他有一腿？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前天晚上你在我床上甜言蜜语，转头就为了这个老女人跟我翻脸。办公室里的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几个高管纷纷低下头，恨不得立刻消失。顾延伸的脸色铁青，正要开口，
等等。我放下手中的抹布，慢慢走到苏婉清面前。苏秘书，你说完了吗？苏婉清泪眼婆娑地瞪着我。你想怎么样？沈若薇，我告诉你，就算我离开盛安，你也别得意。顾延深能抛弃我，迟早也会抛弃你。你可能搞错了3件事。我看着他，语气平静的像在陈述一个事实。第一，我和顾总之间没有任何你想象的那种关系。第二，你之所以被开除，不是因为得罪了我，而是因为你伪造文件、滥用职权，这触犯了公司底线。第三，我顿了顿，微微一笑。就算离开盛安，混不下去的人也不会是我。苏婉清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话。顾延深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眼神幽深，不知道在想什么。看什么看？我转过头，直视他的目光。顾总，事情说清楚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回去继续工作了？我还有3个楼层的扶手没擦。顾延深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化作一句：你跟我来。顾总，我站在原地没动，我只是个保洁员，恐怕没资格去你的办公室。沈若薇，顾延深的声音骤然拔高，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焦急。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那我该怎样跟顾总说话？我反问，跪着说，像苏秘书刚才要求的那样。顾延深的脸色又是一变，他大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劲很大，捏得我手腕生疼。我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修长有力，指节分明，无名指上没有戴戒指。我们的结婚戒指被他收在保险柜里，3年从未戴过。跟我来，他压低声音，几乎是咬着牙说出的这3个字，然后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往外走。经过苏婉清身边时，他瘫坐在地上，满脸泪痕，眼神怨毒地盯着我。我平静地回望他，然后移开目光。走到门口时，我听到顾延深对助理冷声吩咐，看着他办离职，1个小时内清出公司。另外，从今天起，沈秘书恢复原职。是，顾总。我被他拽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瞬间，顾延深松开我的手腕，退后一步，靠在电梯壁上，抬手揉了揉眉心。若薇，他的声音带着疲惫，为什么要瞒着我？瞒你什么？他调你去保洁部的事。我昨天跟你说过。我平静道，当时你正在和苏婉清视频通话，你说这点小事你自己处理。顾延深的手僵住了，他慢慢放下手，看着我，眼中有了一丝歉意。我当时在忙。对，你在忙。我点点头，笑了笑，忙着陪你的小心肝。顾延深的脸色青白交加，最终化作一声长叹。若薇，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婉清，你不必解释。我打断他，顾总，隐婚3年，我什么时候干涉过你的私生活？电梯停在32楼。门打开，我率先走出去。总裁办公室里，苏婉清已经被人带走了，她的东西散落一地。我绕开那些东西，走到窗前，俯瞰着这座我奋斗了3年的城市。顾延深走到我身后，声音低沉，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苏婉清不会再出现在公司，你回来继续做你的工作。然后呢？我没有回头，下一个苏婉清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再去保洁部走一遭？若薇，顾延深，我们离婚吧。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我感觉心里某个沉重的东西突然松了。3年了，我忍了3年，隐婚、隐忍、退让，看着自己的丈夫身边女人不断，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我累了。身后是长久的沉默，然后顾延深的声音响起，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慌乱。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用。我转过身，平静地看着他。我会向法院起诉离婚，我们之间没有孩子，财产方面我会请律师处理。你的公司我一分不要，我应得的我带走，不该我的我不碰。若薇，顾延深猛地抓住我的肩膀，你冷静一点，这件事是我的疏忽，我会补偿你。补偿？我笑了，笑意没有到达眼底。顾延深，你拿什么补偿我？你想要什么？职位？股份？还是？我什么都不要。
我推开他的手，我只要自由。顾延伸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顾总，恒达地产的王总到了，说要谈合作的事。助理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顾延深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恢复冷静。知道了，请他去会议室，我马上到。他转头看向我，目光复杂。若薇，我们的事晚上回家再谈，你今天就待在办公室，哪里都不要去。顾总，我淡淡道，你忘了，我只是个保洁员。说完，我转身走出办公室，身后传来顾延深砸东西的声音。我没有回头，我没有回保洁部，也没有留在总裁办公室，而是去了公司对面的咖啡厅，点了一杯美式，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份我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的文件，盛安集团资产调查报告。3年前，顾延深白手起家创立盛安，我倾尽全力帮他。从公司注册到业务拓展，从人才招聘到制度建立，每一件事都有我的参与。可以说，盛安集团的骨架是我和他一起搭建的。但顾延深不知道的是，在公司成立之初，我的父亲沈建明就以隐形股东的身份，通过海外的投资公司向盛安注入了3000万启动资金。那笔钱至今仍占盛安集团 15% 的股份，只是持股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父亲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投资公司。这件事连顾延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我是普通家庭出身，大学毕业后来江城打拼，但他不知道我口中的普通家庭是省城赫赫有名的沈家。我父亲沈建明是江南省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3年前，我违背父亲的意愿，执意嫁给顾延深这个一穷二白的年轻人。父亲气得差点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但他终究舍不得，暗中派助理来江城，以投资公司的名义给盛安注入资金。唯一的条件是，我不能告诉顾延深这钱是沈家的，他要靠自己成长，不能依赖岳父。我答应了。这一瞒就是3年。3年里，我看着盛安从一家小公司成长为江城排名前10的企业，看着顾延深从青涩的创业者变成意气风发的商业精英，也看着他在声色犬马中渐渐迷失自己。我一直在给他机会，等他回头，等他想起出租屋里一起吃泡面的夜晚，等他想起婚礼上他的承诺，但他没有。苏婉清只是个导火索。在此之前，还有张秘书、李助理、王经理，他身边的女人像走马灯一样换，我每一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次不一样，苏婉清不仅试图取代我的位置，还觊觎公司的核心权力。我电脑里的资料显示，苏婉清和恒达地产的王总关系匪浅。他来盛安，表面上是为了攀上顾延深，实际上很可能是恒达地产安插的商业间谍。恒达地产是盛安在江城最大的竞争对手，2家公司最近正在争夺老城区改造的项目，投资额高达30亿。谁拿下这个项目，谁就是江城地产界的龙头。苏婉清在这个时候进入盛安，太巧了，巧合到令人怀疑。我调出苏婉清的通话记录，作为总裁办高级秘书，我有权限查看公司所有通讯记录。3个月来，苏婉清和恒达地产王总的通话次数高达47次，平均2天1次，最近1周更是每天2次。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更多的信息浮出水面。苏婉清的银行账户每月有一笔来自境外的大额汇款。他进入盛安时的背景调查资料存在多处造假。他经手的3份重要合同都出现了偶然的纰漏，而这些纰漏刚好对恒达地产有利。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苏婉清是恒达地产派来的商业间谍。但顾延深不知道，他以为苏婉清只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小秘书，以为他只是想在盛安捞点好处。我该告诉他吗？我看着电脑屏幕，犹豫了片刻，然后关上了文件。不，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等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一个让他彻底明白谁才是真正站在他身后的人的时机。
手机震动起来，是父亲。爸。若薇，父亲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你要的资料我让人发到你邮箱了。恒达地产的背景比表面上复杂的多，他们背后牵扯着一个庞大的地下钱庄，你千万要小心。我知道。还有，父亲顿了顿，你和顾延伸的事我都听说了。我沉默了。你想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父亲的声音里带着心疼，当初你要嫁他，我拦不住。现在你想离婚，我也拦不住。但若薇，沈家的女儿不是好欺负的，你要离婚，爸爸就帮你把她搞破产。爸，我笑了，不用这样，我自己能处理。我知道你能处理，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让我操过心？父亲叹了口气，但是若薇，有时候该示弱就要示弱，别总是一个人扛。我没扛，我这不是找您帮忙了吗？少来，你找我帮忙，也就是查个资料，真要动手的时候，你肯定又想自己来。父亲太了解我了。行了，资料发你了，有什么需要随时跟爸说。谢谢爸。挂了电话，我打开父亲发来的邮件，越看我的表情越凝重。恒达地产的背后竟然牵扯出一桩几年前的经济大案。当时一家名叫万隆的房地产公司突然破产，老板跳楼自杀，20多个亿的资产不翼而飞。而那家公司破产前的最后一笔交易，就是和恒达地产之间的土地转让。那笔土地转让的价格低得离谱，很明显是被人做了局。而做局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恒达地产的幕后老板王恒达。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王恒达当年用同样的手法安插商业间谍进入万隆公司，窃取商业机密，然后布局让万隆破产，低价收购了万隆的优质资产。现在他想对盛安故技重施，苏婉清就是他派来的第二个间谍。我的心脏重重一跳。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盛安面临的危机远比我想象的更大。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林律师，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什么条件？盛安集团的股份，我要拿走属于我的那15%，其他财产我不要。沈小姐，你是认真的？从来没见过我这么认真。挂断电话，我合上电脑，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江城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1个小时后，我回到盛安大厦。刚走进大厅，前台的小姑娘就迎上来，满脸堆笑。沈姐。哦不，沈秘书，您回来了。顾总吩咐了，说您恢复原职，办公室已经给您重新布置好了。谢谢。我乘电梯上楼。电梯在3楼停了一下，财务部的林姐冲进来，看见我惊喜的喊了一声：若薇，你没事吧？我听说苏婉清被开除了，顾总亲自下令。天啊，太解气了。我笑了笑，我没事。我就说嘛，顾总怎么可能让你去当保洁员？你可是公司的顶梁柱。林姐絮絮叨叨。对了，上次你说的那个审计问题解决了，小张那里的材料齐全得很，审计那边直接通过了。你可真行，被调到保洁部，还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应该的。电梯到了32楼，门一开，走廊里站了好几个人，都是总裁办的同事。看见我，他们脸上闪过各种复杂的表情，尴尬、心虚、讨好，还有人悄悄往后退了一步。沈姐，您回来了。沈秘书，之前的事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是啊，都是苏婉清搞的鬼，我们也是敢怒不敢言。我扫了他们一眼，这些人昨天还在看我的笑话，今天就变了一副嘴脸。但我并不在意，职场就是这样，有利益的时候大家是朋友，没利益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各位以后还是同事，该怎么处怎么处。我淡淡说了一句，走向自己的新办公室。办公室比之前的大了1倍，布置得很用心。桌上放着一束鲜花，卡片上是顾延伸的字迹。若薇，对不起。我拿起卡片看了一眼，然后扔进了垃圾桶。坐下，打开电脑，开始工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下午3点，助理敲门进来。沈秘书，顾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知道了。我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办公室。
路过办公区时，那些窃窃私语的声音瞬间停止，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在认真工作。我目不斜视地走过总裁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进来。推开门，顾延伸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他的背影笔挺而孤傲，午后的阳光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色的轮廓。办公室里没有别人。顾总，找我什么事？他转过身，眼神幽深地看着我。若薇，今天早上的事是我对不起你。顾总严重了，我只是个员工，服从公司安排。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顾延伸的声音拔高，旋即又压下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若薇，我们好好谈谈，行吗？谈什么？谈我们。我笑了。顾总，我们有我们吗？隐婚3年，你陪我的时间加起来有1周吗？你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吗？你知道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住了多久吗？顾延伸的脸色一寸寸变白。若薇，我知道我做的不好，但公司这几年正是上升期，我真的太忙了。是啊，忙着陪苏婉清吃饭，忙着给她买包，忙着在她的床上过夜。我语气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事。顾总确实很忙，不是你想的那样。顾延伸大步走过来，抓住我的肩膀。苏婉清只是我一时糊涂。若薇，我心里的人一直都是你。是吗？我抬头看着他。那为什么你从来不戴结婚戒指？为什么你的朋友圈从来不发我的照片？为什么你的合作伙伴都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顾延伸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你觉得我拿不出手。我替他说了答案。一个30多岁的女人，没什么姿色，没什么背景，配不上你顾大总裁的身份。你需要的是苏婉清那样年轻漂亮的女人，带出去有面子，能让你在商场上有底气。不是这样的。若薇，你怎么能这么想？那我该怎么想？我推开他的手。顾延伸，3年前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谁陪着你白手起家？公司快倒闭的时候，是谁到处求人帮你拉投资？你喝到胃出血住院的时候，是谁整夜守在你床边？顾延伸的眼睛红了。是我还是我？我一字一顿。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一个又一个女人，一次又一次欺骗，最后还要让那些女人踩到我头上来。若薇，够了。我退后一步，拉开与他的距离。顾延伸，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有正事要跟你说。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将一份文件夹打开，推到桌面上。这是恒达地产的资料，你最好仔细看看。顾延伸愣了愣，似乎没料到我会突然转换话题。他拿起文件夹翻了几页，脸色渐渐严肃起来。这些你从哪里弄到的？从哪里弄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苏婉清是恒达地产派来的商业间谍。顾延伸瞳孔猛地收缩。你说什么？我说得很清楚了。苏婉清的背景是假的，她进入盛安就是为了窃取商业机密。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有没有翻过你的文件？有没有问过你关于老城区改造项目的事？顾延伸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猛地想起有好几次他半夜醒来，看见苏婉清坐在电脑前，说是帮他整理文件。还有一次他问起老城区改造项目的底价，他当时随口说了天。他踉跄后退一步，撞在办公桌边缘。现在明白也还不算晚。我双手抱胸，恒达地产的王恒达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几年前万隆地产的破产案很可能就是他做的手脚。万隆地产，顾延伸皱眉，就是那个老板跳楼的。对，我点点头，手法一模一样。安插商业间谍，窃取底价信息，然后通过不正当手段逼垮对手，最后低价收购资产。顾延伸的额头上沁出了冷汗。这些都是真的，你可以去核实。我看着他，不过时间不多了。老城区改造项目的竞标就在3天后，恒达地产一定会在那之前动手。顾延伸沉默了，他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夹，手指微微颤抖。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目光看着我。若薇，这些资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集的？
3个月前。3个月前？他愕然，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因为3个月前你正在和苏婉清如胶似漆。我淡淡道，我告诉你的话，你会信吗？顾延伸的脸上血色尽退，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顾总，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先出去了。我转身往门口走。若薇，我的手已经握住了门把手，听到他的声音，顿了顿。晚上回家好吗？我有话跟你说。不必了。我拉开门，我已经请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这2天会发给你。你放心，你的公司我1分不要，我只要属于我的那部分。若薇，我没有再停留，大步走出办公室。门在我身后关上的瞬间，我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像是拳头砸在墙上的声音。我没有回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手机又震动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沈小姐，对方的声音低沉稳重，我是王恒达。我挑了挑眉，王总有何贵干？沈小姐是聪明人，我就不兜圈子了。王恒达笑了笑，今天早上的事我已经听说了。顾延伸为了你开除苏婉清，看来沈小姐在盛安的地位比我想象的更高。所以呢？所以我想跟沈小姐谈一笔交易。什么交易？老城区改造项目。王恒达说，只要沈小姐能把盛安的底价告诉我，我可以给你这个数字。1000万？1个亿？我沉默了2秒。王总出手真大方。沈小姐值这个价。据我所知，盛安能有今天，沈小姐功不可没。可顾延伸是怎么对你的？让你隐婚，让你当保洁员，当着全公司的面羞辱你。沈小姐，这样的男人值得你为他卖命吗？王总说的很有道理。我靠在椅背上，语气轻松。不过1个亿就想收买我，王总是觉得我沈若薇没见过钱吗？电话那头的王恒达笑了。沈小姐果然痛快。那你开个价。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要知道一件事。我缓缓道，万隆地产的破产是不是你做的局？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很长久的沉默。然后王恒达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沈小姐，好奇心太重，可不是好事。是吗？那这笔交易就免谈了。等等，王恒达叫住我。沈小姐，你提的条件我可以考虑，但作为交换，你要给我盛安的底价，以及顾延伸个人名下的资产情况。我眯起眼睛，你要顾延伸的个人资产做什么？这你就不必知道了。总之，3天之内把我要的东西给我。作为回报，我会告诉你万隆地产破产的真相，再加1个亿的现金。成交。挂断电话后，我靠在椅子上，嘴角慢慢勾起一丝冷笑。王恒达果然上钩了。他要的底价，顾延伸的个人资产，这些信息我当然不会给他真的，但我会给他一些足够逼真的假信息，引他走进我布下的陷阱。至于万隆地产破产的真相，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万隆地产的创始人，那个跳楼自杀的老板叫林万隆。他是我母亲的亲弟弟，我的舅舅。3天后，老城区改造项目的竞标会，地点在江城市政府招标大厅。盛安集团和恒达地产的团队分坐2侧，剑拔弩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大厅。我作为盛安集团的代表之一，坐在顾延伸身后。他穿着深色西装，面色沉凝，和平时意气风发的模样判若两人。这3天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他回了几次家，我都住在酒店。他打了几10个电话，我只接了1个，告诉他离婚协议已经拟好，等他签字。他没有签，把协议书撕得粉碎，然后喝了1整夜的酒。这些都是助理告诉我的。我没有心软。今天的竞标对盛安至关重要。拿到老城区改造项目，盛安就能在江城站稳龙头地位，拿不到，不仅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会被恒达地产趁势打压。竞标开始，主持人宣读完规则后，各家公司依次递交标书。
轮到盛安的时候，顾延伸亲自走上前，将密封的标书递交给评审委员会。他的步伐稳健，神情自信，但我注意到他握着标书的手指节捏得发白。他在紧张，因为这份标书里的底价比他最初定的低了 20%。这是3天前我在他的办公桌上留下一份建议书后，他重新调整的价格。那个价格刚好比恒达地产的底价低那么一点点，低到足以中标，又不会亏本。他按照我的建议做了，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恒达地产的底价。王恒达的团队递交标书时，我看到了坐在他们后排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那个人我认识，他叫张涛，名义上是恒达地产的财务顾问，实际上是王恒达的钱袋子，负责帮他处理所有见不得光的资金往来。我低下头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予以入网。父亲回复说网竞标结果需要评审委员会商议，半个小时后公布。所有人都在焦灼的等待。就在这时，招标大厅的门突然被推开，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走进来，为首的出示了证件。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王恒达先生，你涉嫌多起经济犯罪，请跟我们走一趟。全场哗然。王恒达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你们有什么证据？万隆地产破产案、新海置业诈骗案以及多起商业贿赂案，为首的警官面无表情，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证据。另外，你在境外洗钱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涉及金额17个亿。王恒达的腿一软，跌坐回椅子上。他身边的律师急忙上前交涉，但警官根本不理会，直接让人架起了王恒达。还有一位，警官的目光扫过恒达地产的团队，落在后排的张涛身上。张涛先生，你涉嫌协助洗钱和伪造财务报表，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张涛的脸色煞白，手里的公文包啪嗒掉在地上。两个人被带走的时候，整个招标大厅鸦雀无声，然后爆发出巨大的议论声。我坐在位子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身边的同事激动的议论纷纷，说恒达地产这次完蛋了，盛安的中标稳了。只有顾延伸回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幽深，带着震惊和疑问。我别过脸不看他。半个小时后，评审委员会宣布结果，盛安集团中标。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顾延伸站起来接受各方的祝贺，他应对得体，笑容恰到好处，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只有我知道，他的手心全是汗。散会后，我独自离开招标大厅，走到停车场，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我面前。车门打开，父亲沈建明坐在里面，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上车。我坐进车里，父亲握住我的手，用力握了握。干得漂亮，多亏了您。我靠在他肩上，长长的呼出一口气。3年了，终于。傻孩子，父亲拍拍我的头，这3年苦了你了。舅舅离万隆破产那年，我还在读大学。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四处奔走，想要查清真相，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舅舅经营不善，决策失误。没有人相信他是被谋害的，只有我们家人不信。我进入盛安，帮顾延伸把公司做大，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盛安的资源，调查当年的真相。这个机会我等了3年。证据都移交给警方了？我问。全部移交了，那个苏婉清也招了，他确实是王恒达派去盛安的商业间谍。警方根据他的口供，又牵出了王恒达在另外3家公司安插的间谍。父亲说，这次他跑不掉了。那就好。对了，父亲忽然压低声音，那个顾延伸，你打算怎么办？我沉默了片刻。离婚协议我已经给他了。他签了吗？还没有。父亲哼了一声，他当然不会签，离开了你，他顾延伸算什么东西？爸，若薇，我知道你对他还有感情，但是听爸一句劝，这个男人不值得。3年了，他对你怎么样，你比谁都清楚。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不敢公开的男人，配不上你。我没说话。父亲说的是事实。
但我心里清楚，我对顾延伸的感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斩断的。车窗外，江城的街景飞速后退，手机震动起来，是顾延伸。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若薇，你在哪？他的声音带着急切，我要见你。顾总，竞标不是结束了吗？还有什么工作上的事？不是工作。他的声音拔高，若薇，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知道我错得很离谱。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面跟你解释，行不行？解释什么？解释所有的事情。苏婉清，还有以前的那些，我都跟你解释清楚。若薇，你不能就这样给我判了死刑。我沉默着。电话那头，顾延伸的声音渐渐低下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脆弱。若薇，求你。我的心轻轻一颤。3年了，他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更从来没有求过我。你在哪里？我问。家里，我们的家。等我。我挂断电话，对上父亲的目光。他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车子在盛安集团楼下停住，我下车前，父亲忽然叫住我。若薇，不管你怎么决定，爸爸都支持你。但是有一点，他的目光郑重，不要再委屈自己。我点点头，推开车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盛安大厦的灯光星星点点。我走进大厅，前台已经下班了，只有保安在值班。他看见我，恭敬的点头。沈秘书，顾总在楼上。在，顾总回来好一会儿了。我乘电梯上楼。32楼，总裁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灯光。我推门进去。顾延伸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办公室里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台灯亮着，他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孤独而落寞。我来了，我说。他转过身，我看到他的眼睛红肿，像是哭过。堂堂盛安集团总裁，江城市最年轻的商业领袖，竟然哭了。若薇，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沙哑，然后一步步朝我走来。走到我面前，他忽然矮了下去，单膝跪地。我愣住了。顾延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我们的结婚戒指。3年来一直被锁在保险柜里的那枚戒指。若薇，我欠你一个公开的婚礼。他仰头看着我，眼眶通红，欠你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欠你太多太多，这辈子都还不完。但我想还。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会用余生来弥补这3年对你的亏欠。公司上市、项目合作、商业应酬，所有这一切都不及你1/1000重要。若薇，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他的声音颤抖着，真挚而卑微。我看着跪在面前的男人，看着他手里的戒指，心里翻涌起复杂的情绪。爱意、恨意、心疼、失望，所有感情在这一刻搅在一起，让我几乎无法呼吸。就在我准备开口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苏婉清冲了进来。他的头发散乱，脸上的妆容花了一片，整个人状若疯癫。他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刀刃在灯光下闪着寒光。顾延伸，沈若薇，你们这对狗男女！他歇斯底里的尖叫着，挥舞着水果刀朝我们冲过来。顾延伸猛地站起来，将我护在身后。苏婉清，你冷静一点。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苏婉清的眼睛通红。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一切。我本来可以拿到一大笔钱，远走高飞，都是你们这对狗男女。他举刀刺过来。顾延伸抬手去挡，噗嗤，刀刃划过他的手臂，鲜血瞬间涌出，但他一步都没有退，死死的将我挡在身后。若薇，快走！他咬着牙喊道。苏婉清拔出刀，又朝他刺来。我动了，一步上前，抓住苏婉清握刀的手腕，反手一拧，当啷，水果刀掉在地上。苏婉清吃痛尖叫，我顺势将她按在地上，膝盖压住她的后背，整套动作干脆利落。苏婉清拼命挣扎，嘴里不断咒骂：放开我，沈若薇，你这个贱人，你们不得好死。顾延伸愣愣地看着我，他从来不知道我会防身术。
沈家的女儿从小就被父亲送去学格斗，他说女孩子在外面容易受欺负，必须学会保护自己。我一直没有荒废。很快保安冲了上来，将苏婉清制服带走。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顾延伸2个人，他的手臂还在流血，染红了白衬衫的袖子。坐下，我找出医药箱，走到他面前。顾延伸顺从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熟练地给他的伤口消毒、上药、包扎。我们离得很近，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带着轻微的颤抖。若薇，他低低地叫我的名字。我没说话，专注地缠着绷带。你刚才完全可以自己躲开的。他说，你知道他伤不了你，所以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顾延伸沉默了一瞬，然后说，因为本能。我缠绷带的手顿了顿。3年前你问过我，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危险，我会不会保护你？他轻声说。我当时没有回答，因为我觉得那种假设很无聊。但是刚才我什么都没想，身体就自己动了。若薇，这3年我做了很多错事，我被浮华迷了眼，忘记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但有一点，我从来没有变过。他握住我的手，手心里还有残留的血迹。我爱你。我的眼眶突然酸了，忍了3年的眼泪在这一刻几乎要夺眶而出，但我忍住了。我抽回手，退后一步。你的伤口3天内不能沾水，记得按时换药。我背对着他，声音尽量平稳。我先走了。若薇。顾延伸。我停在门口，没有回头。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但是有些伤口可以愈合，有些伤口愈合不了。你需要时间，我可以等，等多久都行。也许我需要的不是时间。我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走廊里，我的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跑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3天后，苏婉清被正式批捕，罪名为商业间谍罪和故意伤害罪。恒达地产的王恒达也被立案调查，涉嫌的罪名多达10余项。一时间，江城的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盛安集团作为受害者，获得了大量的舆论同情，股价不跌反涨。而老城区改造项目的正式签约仪式定在今天下午举行，全城的媒体都在关注。但此刻，我却在江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审讯室里。对面坐着的是张涛，恒达地产的财务顾问，王恒达的钱袋子。他被抓后一直拒绝交代核心问题，只承认了一些边边角角的财务违规，但警方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定他的重罪。直到昨天晚上，我让林律师向警方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张涛在境外银行的秘密账户流水。这份证据是我父亲花了3年时间，通过海外关系一点点挖出来的。看到这份证据，张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我要见沈若薇。他对审讯的警官说，有些事我只跟他一个人说。警官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通知了我。我来到审讯室时，张涛已经被铐在椅子上。几天的拘留让他面容憔悴，原本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头发也变得乱糟糟的。沈小姐，你来了。他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我坐在他对面。我来了，说吧。我要一个条件。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张涛沉默了片刻，忽然笑了，那是一种穷途末路的笑，带着绝望和疯狂。你说的对，我没有资格，但我要说的这件事，你不会想错过的。什么事？万隆地产。我的心猛地一跳，但表面上依旧平静。万隆地产的事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王恒达做局，逼垮林万隆，低价收购资产。清楚。张涛摇了摇头，你们只看到了表面。王恒达当然想吞掉万隆地产，但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真正做局的人另有其人。谁？张涛盯着我，一字一顿。你的丈夫顾延伸。轰！仿佛一道惊雷在脑海中炸响，我感觉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你说什么？我说万隆地产破产的真正幕后推手是顾延伸。张涛的语气笃定。3年前，顾延伸刚刚创立盛安，资金链极度紧张。
他的公司随时可能倒闭。这时候他找到了王恒达，提出了一个计划，吞掉万隆地产。具体怎么操作？我的声音控制不住的发冷。很简单，顾延伸当时在万隆地产有一个同学是林万隆的私人助理，通过那个同学，顾延伸拿到了万隆地产的核心商业机密，然后他把这些机密卖给了王恒达。王恒达利用这些信息，在二级市场做空万隆的股票，同时散布万隆资金链断裂的谣言。短短半个月，万隆的股价腰斩，银行抽贷，供应商挤兑，一家好好的公司就这样垮了。林万隆走投无路，从28楼跳了下去。张涛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扎进我的心脏。你有什么证据？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证据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张涛说，盛安集团的启动资金是3000万，你知道那笔钱是怎么来的吗？我当然知道，那是我父亲通过海外投资公司注入的。那笔钱来自一家开曼群岛的投资公司，但那家公司的资金是顾延伸从王恒达那里拿到的，那是王恒达吞掉万隆之后分给顾延伸的第一笔佣金。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不可能！我猛地站起来，那笔钱明明是我……话说到一半，我猛地停住。父亲当初是通过海外投资公司注资的，如果那家投资公司不是父亲安排的那一家呢？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岔子？你说那家投资公司叫什么名字？我死死盯着张涛。环球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我的心一沉到底，不是父亲用的那家。父亲的海外公司叫建明国际，不叫环球鼎盛。继续说。我坐回椅子上，手指用力捏紧椅子扶手。顾延伸拿到那3000万后，盛安就起死回生了。但这笔钱的来路不干净，所以他又找到了你。找我？对，沈若薇，你以为你和顾延伸是怎么认识的？张涛的笑容变得诡异。你以为是缘分？是他在地铁上帮你追回了被抢的包。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3年前，我和顾延伸相识在地铁站，一个混混抢了我的包，顾延伸追了2条街帮我夺回来，还因此受了伤。我去医院看他，一来二去，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一直以为那是缘分，可如果那不是巧合呢？那个抢劫的混混是顾延伸花钱雇的。张涛说，他早就调查过你的背景，知道你是沈建明的女儿。他要搭上沈家这艘大船，所以精心设计了这场英雄救美的戏码。你胡说！我有没有胡说？你可以去查。张涛靠在椅背上，那个混混叫阿豹，现在还在江城。顾延伸当初给了他5万块钱，让他演了那场戏。哦，对了，他帮你抢回来的那个包也是顾延伸提前准备好的，他让人把包从你身边摸走，然后自己再演一出追贼的戏码。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住，呼吸变得困难。你以为顾延伸为什么一直要隐婚？不是因为他觉得你拿不出手，而是因为他不想让外界知道盛安和沈家的关系。一旦曝光，顺藤摸瓜就会查到他当年的那些脏事。这3年，他在外面找各种女人，就是想逼你主动提离婚。这样一来，他既能甩掉你这个知情人，又不至于得罪沈家。只是他没想到你会忍这么久。张涛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地铁站的初遇，他流着血的胳膊，他阳光般的笑容。他说，你的包。我说谢谢，他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应该的。后来在医院，他说自己是一个小公司的创业者，每天都在为资金发愁。他说他有一个梦想，要让江城的每一块土地都建上最好的房子。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沈若薇。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很短暂，但当时我以为是心动。现在想来，那是猎人看到猎物时的光芒。沈小姐，张涛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今天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王恒达和顾延伸想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他们答应我，只要我把所有事扛下来，就会照顾我的家人。但他们食言了。
我老婆带着孩子出国了，他们1分钱都没拿到，所以我要拖他们一起下水。张涛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沈小姐，我知道你手里有能量，林万龙是你的亲舅舅，你不会放过害死他的人，对吗？我慢慢站起来，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你今天的口供需要一字不差的对警方再说一遍。我的声音嘶哑的不像自己，所有证据全部提交。我会的，张涛说，但沈小姐，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什么事？顾延伸这个人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他这3年不只是在外面玩女人那么简单，他一直在悄悄地转移资产，把盛安掏空了。什么？盛安集团现在账面上的资金大部分是银行贷款和供应商欠款，真正的资产已经被他通过空壳公司转移到了海外，他正准备跑路。如果今天下午的签约仪式完成，他就会把老城区改造项目的首期款整整5个亿也转移到海外，然后人就不见了。张涛的眼神变得很认真。沈小姐，你动作要快。第6章反转。从公安局出来，午后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深深呼吸了几口冰冷的空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手机响了，是顾延伸。若薇，你在哪？下午3点的签约仪式，你作为公司核心高管必须到场。他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温柔。我给你准备了礼服，放在你办公室了。知道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若薇，他的声音有些犹豫。那天的事，我想跟你再谈谈。签约仪式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好吗？就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餐厅。我的心狠狠一抽。第一次见面的餐厅，他曾经说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他遇到了我。现在想来，连那个地方都是精心挑选的舞台布景。好，我说。挂了电话，我拨通了父亲的号码。爸，我要查一件事。我把张涛说的所有事情告诉了他。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环球鼎盛，他的声音变得冰冷。那家公司我查过，背后的实际控制人确实是顾延伸。若薇，当年你告诉我他白手起家的时候，我就让人查过盛安的底，但那时候环球鼎盛还没浮出水面，我只查到了表面的股权结构。后来的3000万呢？您的钱打到哪里了？我让人汇入了建民国际，然后以建民国际的名义投资盛安，但顾延伸当时说他找到了一家更好的投资公司，条件更优惠。我就把建民国际的持股比例降低了，只保留了 5%。 我的心凉透了。顾延伸从一开始就在算计。他先是从王亨达那里拿到3000万肮脏钱，通过环球鼎盛注入盛安，然后发现我的背景后，让我父亲的钱也进来一部分，用于掩人耳目。这样即使有人追查，也会先查到我父亲头上。沈家成了他的挡箭牌。爸，帮我做几件事。你说。第一，立刻冻结环球鼎盛在境外的所有账户。第二，向证监会和经侦支队实名举报顾延伸涉嫌非法转移资产。第三，我顿了顿，帮我联系最好的律师团队，我要在签约仪式之前拿到盛安集团的资产冻结令。若薇，你要做什么？我抬起头，看着江城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正在聚拢，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做我该做的事。下午2点40分，盛安大厦宴会厅，老城区改造项目的签约仪式即将开始。大厅里人头攒动，政商名流齐聚，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了主席台。顾延伸站在台前，西装笔挺，意气风发。他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谈笑风生，俨然一副青年才俊的模样。顾总，盛安集团拿下老城区改造项目后，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我们将投入最优质的资源，把老城区打造成江城的城市新名片。同时，盛安也将借此机会启动上市计划，争取明年在港交所挂牌。顾总真是年轻有为啊！不敢当，我只是赶上了好时代。他笑得很谦逊，也很自信。
我站在人群外，穿着一身黑色套装，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顾延伸的目光扫过来，看到我时微微一顿，然后露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和3年前地铁站里的一模一样，阳光温暖，让人毫无防备。我回以微笑，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父亲的短信，一切就绪，经侦支队的人已经在外面了。我抬起头，迈步走向主席台。若薇，来，一起合个影。顾延伸向我招手。媒体记者们纷纷把镜头对准我们。我走到他身边，但没有看镜头，而是面对所有媒体，举起了手中的文件。各位，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全场安静下来。顾延伸皱了皱眉，低声说：若薇，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没有开玩笑。我将文件展开，对准镜头。这是一份资产调查报告，证明盛安集团在过去3年间，通过至少17家空壳公司，将超过20亿的资产转移到了境外。全场哗然。顾延伸的脸色瞬间惨白。沈若薇，你疯了！他伸手来抢文件。我侧身避开，继续对着镜头说，这些资产的最终流向是顾延伸先生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一个秘密信托基金。也就是说，盛安集团已经是一个空壳，所有的项目款和银行贷款都被顾延伸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胡说八道，这是污蔑！顾延伸额头青筋暴起，对着保安大喊，把他拉下去，他精神不正常。几个保安冲过来，但他们的去路被另一群人挡住了。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证件。顾延伸先生，你涉嫌非法转移资产、商业欺诈以及3年前万隆地产破产案中的多项罪名，请跟我们走一趟。顾延伸脸上的血色在这一刻褪得干干净净，他猛地转头看向我，眼神里有震惊，有愤怒，有不敢置信，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若薇，你3年前，你雇人在万隆地产窃取商业机密，导致万隆破产，林万隆跳楼自杀。我一字一顿，那个跳楼的人是我的亲舅舅。顾延伸的身体猛地一晃。你接近我也不是偶然，你调查过我的背景，知道我是沈建明的女儿。你雇佣混混演了一出戏，让我对你产生好感，然后利用沈家的资源为你的犯罪打掩护。这3年来，你所谓的隐婚，不过是怕我们的关系曝光后，有人顺藤摸瓜查出你的老底。你一个接一个的换女人，是为了逼我主动离开。但你没想到，我一直在忍，因为我在等一个机会。我一步一步走近他，声音越来越冷。等一个让你血债血偿的机会。顾延伸的脸扭曲的几乎变了形。他猛地转头看向身边的助理，那个一直跟在他身边帮他处理所有特殊事务的助理。助理脸色煞白，悄悄往后退了一步。顾延伸瞬间明白了一切。我的证据来源就是那个助理。这3个月，我表面上忍受着苏婉清的排挤和顾延伸的冷落，实际上早已在他身边埋下了我的人。那个助理是我父亲的旧部。3年前，是我父亲安排他进入盛安，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成为顾延伸的亲信。这一天，我们等了3年。沈若薇，顾延伸忽然暴起，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竟然这样对我！他的力气极大，抓得我手腕剧痛。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盛安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有我的心血。你凭什么？心血？我冷冷打断他。你所谓的心血，就是踩着别人的人命往上爬。我没有杀人，林万隆是自己跳楼的。你逼的。3个字让顾延伸的所有辩解都堵在了喉咙里。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警官走上前，拿出手铐。顾先生，请配合我们调查。顾延伸看着那副银光闪闪的手铐，忽然笑了。那是一种彻底的、疯狂的笑。沈若薇，你赢了。他说，但你也没有赢。什么意思？你以为我只给自己准备了退路吗？他凑近我，压低声音，你的父亲沈建明是不是在海外有一家叫建明国际的投资公司？那家公司里我早就安排人进去了。
你以为你赢了，但你沈家的家底也早已经被我掏空了。我的心猛地一沉，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是吗？我同样压低声音，那你不妨问问你安排的人，建明国际的核心账户密码是什么时候改的？顾延伸的笑容僵住了。早在1个月前，我父亲就发现了你安插的人。我笑了笑，这1个月你看到的所有关于建明国际的财务报表，都是我们想让你看到的。顾延伸的瞳孔骤然收缩。你们，顾延伸，你以为你在布局，其实从头到尾你都在我的局里。我退后一步，提高声音，让所有人都能听到。顺便告诉你，环球鼎盛在境外银行的所有账户1小时前已经全部被冻结，你在海外准备的退路已经没有了，你哪也去不了了。顾延伸的脸彻底灰败下去，他踉跄后退，撞在签约台上，那些精心准备的合同散落一地，连同他所有的荣华富贵和精心算计。警官走上前，将手铐铐在他的手腕上，咔嚓，清脆的金属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顾延伸被带走的时候，经过我身边，他停下了脚步。若薇，他叫我的名字，声音低的只有我能听到。如果我说我真的爱过你，你信吗？我转过头，对上他的眼睛，那双曾经让我心动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也许吧，我说，但你的爱太脏了。顾延伸闭上眼睛，然后他被警官押着，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走向门外。媒体记者们反应过来，疯狂地按着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记录下这位江城最年轻的商业领袖覆灭的瞬间。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某个角落彻底的空了。3天后，一切尘埃落定。顾延伸被正式批捕，罪名累计12项，包括经济犯罪、商业欺诈、职务侵占等。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命，律师说最低也是无期徒刑。恒达地产的王恒达、张涛等人也被一并起诉，当年万隆地产破产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苏婉清作为商业间谍被另案处理。这场席卷江城的商界风暴终于落下帷幕，而我成为了这场风暴的中心。媒体给我起了一个外号，保洁丽人，因为我穿着保洁服隐忍3个月，最终扳倒了一个商业帝国的缔造者。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让各大媒体趋之若鹜，但我拒绝了所有采访。今天我只想见一个人，江城女子监狱的会见室。苏婉清穿着囚服被女警带进来，卸去了浓妆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但眼中的骄纵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麻木和空洞。她看见我，眼神波动了一下。你来干什么？她的声音沙哑。来看我的笑话？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平静地看着他，你进盛安窃取商业机密，本来是要判5年以上的，但我让律师出具了谅解书，你的刑期可能会减到2年。苏婉清愣住了，为什么？因为你也是个棋子。我说，王恒达和顾延伸之间的博弈，你不过是被推到前面的一枚小卒子。你年轻、漂亮、有野心，但你不懂这个世界的残酷。苏婉清的嘴唇颤抖起来。我为什么要信你？你可以不信。我站起来，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人生还没有彻底完蛋。2年后你出来还可以重新开始，前提是别再走捷径了。我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苏婉清压抑的哭声。沈若薇，她叫住我，声音断断续续。那天在办公室，我拿刀，我不是真的想杀你，我只是不甘心。我停住脚步，没有回头。我知道。然后我大步走出了会见室。外面阳光正好，父亲的车停在门口。我坐进去，他看着我，目光里满是心疼。你都处理完了？处理完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江城的春天来了，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正盛。我想去一趟舅舅的墓地。父亲沉默了片刻，然后点点头。
车子驶出市区，开往郊外的墓园。李万龙的墓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墓碑前摆着鲜花和水果，应该是母亲来过了。我蹲下身，将手中的一束白菊放在碑前。舅舅，害你的人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了。我轻轻地说，您可以安息了。风吹过山坡，松涛阵阵。我站起来，看向山下的江城。这座我奋斗了3年的城市，如今已经物是人非。但我知道生活还要继续。爸，我转过头，我想把圣安重新做起来。父亲微微一怔，你想接手圣安？圣安现在虽然被掏空了，但它的骨架还在。老城区改造项目已经中标，如果能够顺利推进，圣安是有机会翻身的。我说，而且圣安还有上千名员工，他们不应该为顾延伸的罪行买单。父亲看了我很久，然后他笑了。若薇，你真的长大了。我早就长大了。好，父亲拍拍我的肩膀，圣安的烂摊子，爸爸陪你一起收拾。不过这一次，公司的法人代表要写你的名字。当然。我转身，再次望向山下的江城。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半年后，圣安集团正式更名为新城控股，由我担任董事长兼总裁。老城区改造项目顺利推进，第一期工程已经封顶。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和引入战略投资，逐步走出了资金困境。而宝洁丽人的故事也在商界传为佳话。今天是新城控股新总部的乔迁典礼，我将办公地点从圣安大厦搬到了老城区改造项目的核心地段，一栋由旧厂房改造的创意办公楼。剪彩仪式结束后，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热火朝天的工地。沈总，外面有人找您。秘书敲门进来，她叫周婷，是我从保洁部提拔上来的，就是当初那个给我拿工作服的周阿姨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觉得她不错，让她来给我当助理。谁？她说她姓顾。我的手微微一顿。让她进来吧。周婷犹豫了一下。沈总，那个人。没事，让她进来。片刻后，门被推开。进来的人是顾延伸的弟弟顾延明。他比顾延伸小3岁，一直在国外读书，上个月刚回国。兄弟俩长得很像，但他身上没有顾延伸那种侵略性，反而多了一些书卷气。若薇姐。他站在门口，神色有些局促。延明，坐吧。我示意他坐在沙发上，给他倒了杯茶。什么时候回来的？上个月。他接过茶杯，低着头。我是来替我哥向你道歉的。你不需要替他道歉。我坐在他对面，你是你，他是他。顾延明沉默了很久。我去看过他了。他低声说，在监狱里。他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他让我转告你。什么？他说，对不起。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知道没有意义。顾延明抬起头，眼眶微红。但是若薇姐，我还是想替他说一句，他真的后悔了。他说如果能够重来，他一定不会走那条路。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我知道。顾延明站起来，对我深深鞠了一躬。若薇姐，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没有赶尽杀绝。他说，我哥的案子本来可以判得更重，是你让律师放弃了部分指控，给了他一个相对公正的审判。我不是为了他，我放下茶杯，我是为了真相。我只追究他应该承担的罪责，多一分不取，少一分不让。顾延明直起身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感激，有敬佩，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若薇姐，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你不打算回国外了？不回了。他摇摇头，我想留在江城。我哥欠下的，我想帮着还一些。我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忽然有些恍惚。3年前，顾延伸也是这样站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地说要在这座城市做出一番事业。如今他已经身在囹圄，而他的弟弟却想替他偿还。命运有时候真的很讽刺。
新城控股正在组建法务部，缺一个熟悉国际商法的律师。我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试试。顾延明愣了愣，然后用力点头，我有兴趣。那就周一过来面试吧。顾延明离开后，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入城市的天际线。手机震动起来，是父亲。若薇，今晚回家吃饭，你妈炖了汤。好。我收拾好办公桌，走出办公室。经过走廊时，我看到墙上新挂的公司愿景，让城市更美好。这是我自己写的，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一颗踏踏实实做事的心。走出大楼，晚风拂面而来，带着初夏的暖意。我抬头看向天空，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像是洒在大地上的星星。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周婷。沈总，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万隆地产当年的那些老员工大部分都找到了，他们听说您要重建万隆的品牌，都很激动，纷纷表示愿意回来。我的眼眶忽然有些湿润。好，安排时间，我要和他们见面。还有一件事。什么？刚才有一位姓林的先生打电话来，说是林万隆的儿子。我愣住了。舅舅当年出事的时候，表弟林淮南才15岁，被舅妈带去了国外，从此杳无音讯。他说了什么？他说，周婷的声音有些激动，他说他看到了新闻，知道您为他父亲申了冤，他想回来，想跟您一起重建万隆。我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8年了，舅舅离开8年了，如今他的儿子要回来了。告诉他，我的声音微微颤抖，姐姐等他回家。挂了电话，我擦掉眼泪，走向停车场。路过工地时，我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施工，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旱花像烟花一样绚烂绽放。这座城市正在一天天变得更好，而我也在一天天变得更强。开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打开了广播，电台里正在播放一首老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跟着轻轻哼唱，嘴角慢慢浮起一个笑容。是啊，平凡才是答案，但平凡不等于平庸。那些杀不死我的，终将让我变得更强大。而那些背叛和伤害，不过是我通往更好的自己的垫脚石。夜色渐深，车流如织，我向着有光的地方驶去。